她是敢挖武则天墙角的女人，不仅和武则天共侍一夫，而且相传她的男宠比武则天还要多。她也是中国最有权势的女官，是能点评天下文人的一代才女。她从一介女奴成长为大唐的巾帼宰相，其传奇色彩堪比任何一部宫斗剧。她就是四大才女之一的上官婉。虽然正史记载她玩弄权术、贪腐逆党、私生活混乱，似乎是一个彻底的反面形象，但是历史上又留下了许多对她的称赞之语。那么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她呢？上官婉更是一位才貌双全、风华绝代的奇女子。她不仅能替朝廷点评天下才子，而且还是搅动朝堂风云的巾帼宰相。然而，我们提起这位奇女子，史书上免不了用神秘色彩来点缀她的出生。公元664年，上官婉出身在今河南陕州，其祖籍为甘肃天水。上官婉又名上官昭容，可以说她是含着金钥匙来到这个世界的。她的爷爷以及父亲既是大唐高官，又是著名的诗人，尤其是她的爷爷上官仪，更是大唐皇帝身边的红人。据说上官婉儿出生前不久，她的母亲正是做了个奇怪的梦，一个巨人出现她面前，递给她一杆秤，说道：“持此称量天下事。”意思是你的孩子将来是测量天下读书人的标杆，能称量天下事，至少也得是个状元啊。为此，正式还请了一位算命先生。先生论断当生贵子，而秉国权衡。正是大喜上官家将来有一位宰执天下的人物即将出生。不料等婴儿咕咕坠地时，却发现是个女孩，正是大失所望。心想，看来梦和算命就是不靠谱。上官婉儿满月的时候，正是又想起当初的梦境，忍不住开玩笑对怀中的奶娃子说：“你真的能称量天下事吗？”没想到小上官婉儿立刻咿咿呀呀地做出了回应，仿佛在说：“称量天下事，非我莫属。”然而，就在一家人满怀欣喜地盼望着秤杆快点长大的时候，上官家族却因一个女人遭遇了灭顶之灾。原来上官仪因帮唐高宗李治起草废除武则天的皇后诏书，得罪了武则天，被诬陷为谋反罪，惨遭灭门。转眼间，上官家族除了正室和刚满月的上官婉儿全部被杀，母女二人则被罚入掖庭，成了最卑微的奴婢。虽说家族遭遇不幸，但对上官婉儿来说，很幸运的是她有一个好母亲。正室虽遭厄运，却时时不忘教导女儿读书，用尽浑身解数，将自己所拥有的全部都交给了她。年少聪慧的婉儿也不负众望，居然在掖庭这种恶劣环境下，硬生生的把自己锤炼成一个才华横溢的才女。根据《旧唐书》记载称，其有文辞明习历士，不仅具备文学才华，而且还熟悉律法规章等官吏的事务。因此，这件事也传到了武则天的耳朵里。公元677年，14岁的上官婉儿得到了武则天的召见，并且亲自出题考她，让她即兴赋诗。只见上官婉儿略加思索，提笔就写下了“春至由来发，秋还未肯熟，借问桃江里，相乱欲何如”。武则天看后十分喜悦，亦或者是从婉儿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，于是当即就下令免除了其奴婢身份，受封才人，让其掌管宫中诏命，就是负责起草传达皇帝命令。上官婉从此成为了武后的小助理兼皇帝名义上的小老婆。按理说，武则天是上官婉儿的大仇人，她不应该再掺和到这朝政上来。但是上官婉儿明白，想要改变命运，只能选择效忠于武则天，抱住她这条大腿。只能说她会审时度势。从此，上官婉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武则天，曲意逢迎。武则天对她也是越来越信任。虽说成了武则天身边的大红人，但是少女的年纪总怀春，上官婉儿偶尔也会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孤独寂寞冷。比如在这期间写下的《采书怨》：“夜下洞庭初，思君万里余。露浓香被冷，月落锦屏虚。欲奏江南曲，贪风寄北书。书中无别意，唯畅酒离居。”此事以闺中思妇的口吻，书写了主人公思念丈夫的急切心情，也表达出了上官婉儿想要一份真挚的感情。我们知道，影视剧中上官婉儿的初恋几乎赋予了同一个人，那便是张怀太子李贤。那时候他不过15、16岁，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。当时的婉儿是李贤的伴读，日久相伴，难免不会暗生情愫。可是爱情还没来得及说出口，
李贤后来因谋逆罪被贬为庶人，流放巴州，而废除太子的诏书，正是武则天让婉儿写的。后来婉儿去巴州看望李贤，没想到李贤早已被杀，身处政治权力斗争的漩涡，也让上官婉儿明白，感情是他可遇而不可求的奢望。我想，或许这就是他一生都没结婚的原因吧。公元690年，武则天取代李唐天下，正式称帝。此时的上官婉儿经过多年来的磨练，她变得更加八面玲珑，善于察言观色。她的权力甚至达到了顶峰。10载，横掌陈汉，其军国魔游，杀生大柄，多其所决。意思就是朝廷的重要策略、大政方针，甚至生杀大权，很多时候都由他来决断。然而俗话说，伴君如伴虎。后来发生的一件事，差点要了上官婉儿的小命。据说上官婉儿不知道怎么的和武则天的男宠张宗昌勾搭上了，挖了领导的墙角，结果很快就被武则天发现了。武则天大怒，当即要杀了他。但是武则天毕竟是爱才之人，于是免除了他的死罪，只是处以情刑，就是在脸上刻记号，让他永远记住教训，不得有非分之想。相传上官婉儿为了掩盖额头上的伤疤，便在化妆时将其描成一朵朱红的梅花，人看起来反而更加漂亮了，就连武则天都不由得称赞，而这也成了梅花妆的由来。经过这件事，也让上官婉儿明白一个道理：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，只有自己最可靠。因为当时武则天称帝已经67岁了，而上官婉儿才26岁。俗话说，一朝天子一代臣，年事已高的武皇将来选择接班人，大概率要从儿子李显、侄子武三思之间产生。于是上官婉儿就开始为自己寻找后路，也由此开启了他左右逢源的道路。李显不用多说，从小上官婉儿就和他一起玩，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而武三思毕竟是新贵，必须下重注才行。于是他使出必杀技，靠精神颜值让武三思神魂颠倒地拜倒在了自己的石榴裙下。公元705年，宰相张柬之称武则天病危之极，发动神龙政变，拥立李显复辟。41岁的上官婉儿因深得李显信任，不仅未受波及，反而被李显收入宫中，从五品才人一下晋升成2品昭容，成为中宗李显的嫔妃。她也是继武则天之后连嫁父子俩的第2人。后来连其母郑氏也被封为沛国夫人，其父和祖父均被平反昭雪。我们知道，上官婉不仅是宰相，而且还是一位诗人，他的才华也在这一刻得到了充分的释放。他建立昭文馆，定期举办诗词大赛，代表朝廷品评天下诗文。在《唐诗纪事》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当时唐中宗李显令群臣赋诗，共得100余篇，于是中宗命婉儿评定诸诗优劣。婉儿登上彩楼阅诗，不满意的作品就被随手从楼上抛下。最后只剩沈佺期、宋之问2人的诗作。婉儿略一犹豫后，一纸飞坠镜取而观，乃沈诗也。他最后评定宋之问的诗句最佳。他解释说，沈佺期的诗句微沉雕朽质，修睹豫章才，显得气势已尽，比不上宋之问的诗句不愁明月尽，自有夜珠来，磅礴有力。于是众人叹服。由此可见，上官婉确实有称量天下的才气。而且昭文馆的创立推动了当时文坛的繁荣，鼓励了豪放诗风的创作，更为朝廷输送了大批人才。上官婉儿作为建立者之一和首席裁判，可谓功不可没。而且他还提出过修改服役制度、缩短服役时间等建议。然而随着婉儿权力越大，欲望也越大，中宗李显为了赏赐上官婉儿，专门派人在他的居地川池驻颜这些建筑美轮美奂，而大臣们则经常被邀请到这里赋诗享乐。上官婉儿便与一些他看上的官员来往亲密，其中中书侍郎崔实就是与上官婉儿私通后才得到如此官位的。后来上官婉开始了公然卖官圈占大片土地，还养了不少男宠，将大量的金银珠宝赠给他们。而且他不仅喜欢崔实，他3个兄弟崔立、崔烨、崔迪也都成了他的男宠。因为崔家4兄弟样貌俊美，崔实为了巩固自己的官位，就都把兄弟介绍给了上官婉儿。看来不管男女都喜欢漂亮帅气的。后来上官婉渐渐地发现，中宗李显只是个傀儡，
真正的大腿是他背后的第一夫人韦后。他又把目标转向韦后，他极尽谄媚，甚至屡次劝说韦后效仿武则天的故事。他为了讨好韦后，还把自己的老情人武三思介绍给了他。公元710年，被欲望冲昏头脑的韦后毒死了自己的丈夫李显。她急不可耐，想要当皇帝，但是她虽有武则天的野心，却没有她的手段。这一时的朝堂一片混乱。然而上官婉毕竟是经历过不少政治斗争的老江湖，他早已知道韦后靠不住，于是已经暗暗倒戈到势力日盛的太平公主这边。后来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谋议，发动了唐隆政变。果然在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联手打击之下，韦后很快就败下阵来。然而看似上官婉儿这次战队稳操胜券，但是算无一策的他也有失算的时候。为了迎接李隆基的到来，上官婉儿拿出一份李显的遗诏，称是自己与太平公主共拟的，内容是令项王李旦、李隆基之父辅政之事。上官婉儿希望以此证明自己是站在李唐皇室一方，希望以此来逃过一劫。但是他不知道的是，李隆基2年后将再次发动先天政变，一举铲除了此时的盟友他的姑姑太平公主。而在李隆基心里，上官婉是姑姑的人，不如趁着兵荒马乱将他除掉，以免夜长梦多，后患无穷。于是说他是韦后一党，他也被扣上了死必妖淫、独乱宫闱、今日不诛，后悔无及的大帽子。年仅46岁的一代才女就此香消玉殒。然而在2013年出土的上官婉儿的墓志铭中记载，她并非韦后的党派，也没有劝说过魏后效仿武则天，甚至她曾4次向中宗李显进谏，反对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。从检举揭发到辞官不做，再到削发为尼，都没有得到唐中宗准许，最终以死相见，喝了毒药，幸亏被太医紧急救治，才得以保命。对于上官婉儿的一生，我们无法评论对错，因为历史本来就不存在对错，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。如果非要给一个评价的话，那就是不服丈夫胜夫人。上天给了她这样的才华，她不服男人就比女人强，她就是要展露所有的才华和风情，来证明在那个男尊女卑的社会，女子一样可以活得精彩。